1994年是多媒体盛行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多媒体的年代，到处都有人在呼喊，唯有拥抱多媒体才能迎接未来。而站在这股浪潮最前端的，正是第5世代游戏主机。凭借远超以往的硬件性能，它们被称作通向多媒体世界的入口。这些主机不再只是小孩子的玩具，而是能让成年人同样沉迷的新型娱乐工具。一些厂商甚至公开把自家的产品称为多媒体机器。以松下的 3DO 为例，虽然打着游戏机的旗号登场，但厂商强调它的本质上是一台多媒体设备。NEC 也把自家的 PC-FX 主机长期定位为多媒体 PC。这种宣传口号在当时非常普遍。PlayStation 则完全不同，索尼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 PlayStation 不是多媒体机器，而是专注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游戏主机。正如当时的索尼副总裁德中辉久所说， PlayStation 不是多媒体播放器，而是一台纯粹的游戏机。它不是把游戏当作多媒体功能之一，而是只专注于一件事，玩游戏。这也就是 PlayStation 的核心本质。这一点跟 3DO 的做法对照起来就特别清楚。索尼只做游戏，而 3DO 什么都想做，结果定位反而更模糊。松下电器的宣传口号是：从游戏到兴趣、运动、体育、出版、电影，什么软件都能玩，听上去是一台万能的多媒体机。可一到真正的商业运作， 3DO 还是把重心放在了游戏软件上。正是这种定位上的摇摆不定，让 3DO 的销量一落千丈。原本计划首年出货100万台，结果在日本本土只卖了20万台，最终主机销量惨淡， 3DO 不得不退出主机市场。相比之下， PlayStation 从一开始就明确，它不是多媒体机，而是一台真正的游戏机。这种清晰的市场定位不仅让索尼赢得了玩家，也赢得了行业的信任。毕竟机器宣传的再复杂，最终买单的还是游戏消费者，能不能满足玩家们的需求，才是决定胜负的真正关键。严格来说，游戏机本质上就是一台高性能电脑，只要利用它的信息处理能力，似乎什么多媒体功能都能往里塞。可 PlayStation 却没有被这种思路带偏，它没有走上那条路。正如德中辉久所说，关键在于你打出什么样的招牌。索尼给公司取名 SCEI， 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的娱乐世界会不断扩展，但这一切的核心、最重要的目标始终是游戏，所以他们坚决不用多媒体这个词，因为在他们看来，那只是一种虚假而模糊的概念。PlayStation 在硬件理论上什么都能做，但他选择只做一件事，那么就是玩好游戏。聚焦一处并做到极致是 PlayStation 的本质，而把游戏主机的性能强化到极限，则是 PlayStation 成功的关键。PlayStation 的起源要追溯到1984年，那一年久佐良木健第一次在后木市索尼信息处理研究所见到3维计算机图形技术 System 机，并为之震撼。久佐良木健在看到系统机的技术后，突然想到，如果把它用到红白机上会有多厉害。不过久佐良木健当时没有这样的想法，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PlayStation。PlayStation 本质上就是把系统机的技术应用到家用游戏主机上。PlayStation 有多强，取决于系统机有多强。那么系统机这套设备到底强在哪呢？在上世纪80年代，全世界只有这套设备能做到实时的纹理贴图，其他公司的图形系统理论上也能实现纹理贴图影射，但得提前花大量的时间进行运算，根本做不到实时影射。为什么索尼能在当时把这样的技术做到领先呢？因为他们只专注做好一件事。系统机是为电视广播设备特效而开发的，属于单一目的的专用设备，并非通用系统。正因不用顾及其他需求，索尼才能把硬件性能压到极限。系统机的速度秘密在于10个专用处理器的并行处理。在那之前，并行处理虽然在理论上被提出过，但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尤其是在图形应用上更是难以实现。然而，索尼的架构工程师们在系统机上并没有使用通用处理器，而是依靠专用处理器实现了即时绘制。通用处理器需要处理很多与目标无关的额外任务，而专用处理器则能只针对一个目标进行优化。正因为如此，这些为速度而定制的
的专用处理器在并行运作下，成功让贴着纹理的恐龙能够在屏幕上实时流畅的运动。从一开始，系统机的目标就非常明确，就是要在电视画面上实现图像的合成与修改。当时系统机的开发团队和索尼广播设备设计团队在同一个园区内，双方团队天天面对面沟通，将需求直接落实到设计里。久多良木健后来回忆说：“我们让任务保持简单，不浪费任何多余的资源。算法的美感就在于它能与目标完美契合。PlayStation 不只继承了系统机的 3D 图形技术，更继承了它背后的架构理念。久多良木健并不是单纯的照搬系统机的技术，而是把其中的智慧与理念都融入到 PlayStation 的设计之中。久多良木健当时的想法是，从系统机传承到 PlayStation 的核心概念就是架构必须简洁而优雅。具体来说，它必须简单，不是噱头或虚假的东西，并且要聪明而精巧。所谓简单，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意味着具备发展的可能性。只有足够简洁的架构，才能灵活应对未来不断出现的各种需求。在设计架构时，必须预见未来半导体的整个趋势，而不是停留在当时的集成度。即便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厂商采用 LSI 芯片，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它们终将被整合到一颗芯片之中，而架构必须能够在那一天到来时顺利适配。换句话说 ，PlayStation 的设计哲学就是既要面向量产，也要兼顾成本性能，更要保持长期的生命力。第二，硬件架构不能依赖噱头，必须是具备普遍性、真正扎实的技术。久多良木健解释说，换句话说，我们不会使用一些表面的小聪明，或许可以依靠一时的权宜之计来应付过去，但那样一来就很难跟上未来技术的发展潮流。核心的问题仍是硬件架构是否能跟上未来技术的演进。好的架构有深度，用得越久越能产出更好的结果。游戏开发者的本能就是不断追求更强的游戏表现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游戏开发者必然想处理更庞大的信息量，从而展现更细致的表现，而硬件架构能否满足开发者的这些需求，将决定一台主机的生命力。久多良木健其实早就预见到，在主机发售几年后，这样的局面必然会到来，所以他坚信 PlayStation 的架构必须由自己亲手设计，才能真正带来进步。他讨厌依赖别人现成的框架，执意要独立构建属于 PlayStation 的核心结构。于是久多良木健亲自招来了早就看中的系统机开发者大厂张楠和冈正昭，最终两人被久多良木健直接拉入了 PlayStation 的架构核心开发团队，而系统机的研究经验也在 PlayStation 的架构开发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硬件设计上，久多良木健把实时性与响应速度放在了首位。只有当屏幕能及时响应手柄的操作，游戏的体验才真正成立。然而，要实现这一点，游戏主机必须在电视刷新间隔的1/60秒内完成矩阵运算、晕视频解码、多边缘渲染和贴图处理。这对于一台成本有限的家用游戏主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久多良木健在 PlayStation 的硬件架构方面又做出了哪些改变？这些内容我们将在下期视频继续揭晓。在 PlayStation 诞生之前，3维图形的街机游戏大多采用流水线式架构 ，CPU 与 DSP 被直线串联，就像工厂的传送带一样，按环节处理图形，先进行坐标计算，再将结果交给光年计算，最后把数据传递给渲染处理。就这样一步一步完成图形运算。即便是当时售价超过10万美元的 SGI 最先进的图形工作站，本质上采用的也还是同样的架构。每年夏天，美国都会举办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图形学会议 SIGGRAPH 大会，这是全球计算机图形学的盛会。研究人员、开发者、硬件厂商都会聚在一起，展示最前沿的技术成果。久多良木健每年都参展，常常去到那里，沉浸在这种技术革新的氛围中。早在90年代 ，VR 虚拟现实就已经出现。久多良木健对于 VR 设备出现有自己的看法。你只要把一台昂贵的图形超级计算机接上头戴式显示器，戴上之后，整个人就进入了一个用3维 CG 实时绘制出来的虚拟世界。你把头转向右边，就能看到右边的画面；抬头就能看到天花板。第一次体验的时候，确实很震撼，感觉自己仿佛真的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但很快，久多良木健就发现了问题。画面并不是立刻跟随头部的动作，而是总是有那么一丝延迟，结果体验起来反而有点奇怪，就感觉是喝醉了一样，有点想吐。
更关键的是，这种延迟不仅存在于演示设备上，哪怕是后来基于同样技术的商用街机主机，依然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以街机版的 VR 战士为例，这款街机游戏采用大约10段流水线处理，每段由一颗20 MAPS 的 DSP 负责，总算力看似达到200 MAPS。理论上，这样的速度应该相当快，但实际玩起来，角色动作依然显得非常不自然，操作的输入似乎无法立刻反映在游戏画面上。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山脊赛车的街机版上。在街机版的山脊赛车里，当玩家用手转动方向盘的时候，游戏画面里的赛车不会立刻跟着转动，而是要等一点点时间，大约0.1到0.2秒，游戏画面才会开始反应。这种现象我们现在叫输入延迟。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想象你开一辆真实的车，你打方向盘它会马上转弯，但在街机版的山脊赛车里，你打方向盘后，屏幕里的车要想一想，过0.16秒才动。虽然听起来只有0点几秒，但在赛车游戏，这种延迟会让操作感到卡顿不流畅。造成这种原因，正是因为流水线式处理带来的操作延迟。流水线的每一段在交接时都会额外增加一点时间，假设每次交接耗时16毫秒，10段流水线就会累积成160毫秒的延迟。换句话说，玩家虽然已经输入了指令，但屏幕真正开始动作时，已经比操作晚了0.16秒。在这种必须依赖交接的处理架构下，操作延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9多2部件借鉴了 System 级的经验，决定 PlayStation 的硬件采用并行处理架构。在 CPU 上，9多2部件选择了梅普斯公司开发的32位 RISC 内核 R3000，它的处理能力大约只有30 MAPS， 但要满足 PlayStation 对 3D 图形绘制的要求，至少需要800 MAPS 的运算处理速度。为了缩短处理时间，主机架构必须依靠并行处理。于是9多2部件，它们以 R3000为核心，在其周围配置了大量专用处理器，把不同的任务分工出去，让它们一起并行处理。这就是从系统器传承下来的 PlayStation 架构精髓。一般来说，要应付复杂又高速的运算，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多加几颗通用处理器。世嘉土星的硬件架构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它延续了早期2维街机硬件的开发思路，图像绘制、背景绘制由专用处理器和专用内存负责，而2维物体对象则由另一颗处理器和另外一块专用内存生成，然后在送到电视显示之前再进行合成。换句话说，世嘉土星一开始并不是为 3D 游戏而设计的，直到开发中期，在得知 PlayStation 似乎要专攻 3D 图形时，世嘉才仓促决定必须加上3维坐标运算和光源计算。问题是原本选定的通用 CPU 算力不足，于是世嘉他们选择了一个权宜之计，把2个 CPU 并联起来，试图提升性能。但在9多2部件看来，这样的硬件设计做法是带有缺陷的，设计的架构看起来也不够美丽。9多2部件打了个比方，就像不断增建的房子，看上去能用，但结构不够稳固，时间一长，裂痕就会显现。未来要把这些逻辑整合进一颗芯片，也会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当时让2个 CPU 高效并行的编程技术还不成熟，这对于在有限时间内开发游戏的团队来说，反而会成为负担。相比之下 ，PlayStation 以一颗通用处理器为核心，用简洁且高速的总线连接一群协处理器，让它们各司其职，这样的架构才算真正的美丽。在 PlayStation 的架构背后，还有一个源自系统器的技术继承，那就是计算简化。在 PlayStation 的协处理器中有一个几何变换引擎，简称 GTE， 它负责将光源计算、3维坐标运算以及透视投影全部都转化为矩阵运算，这样处理运算效率就会大幅提升。正是通过这些巧妙的处理方式， PlayStation 实现了每秒150万个多边形的处理能力。在当时，这样的性能即使是昂贵的专业图形工作站也难以企及。正如9多2部件所说，这种方法的优点可以让输入到处理再到输出的循环高速运转，因此能实时给出反馈。那么这样美学般的算法又是如何在实际游戏中体现出来呢？游戏制作人山内一点给出了答案。在制作机器赛车时，他是这样说的：最近我才真正意识到 PlayStation 的性能远比我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只要能够巧妙利用硬件，即便是现有的技术也能实现相当惊人的表现。山内一点他原本附属于 SCI 制作部，后来独立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Polyphony Digital， 并开发出了赛车神作《机器赛车》。
这款游戏在1997年12月发售后立刻大获成功，全球累计销量超过460万套，被誉为赛车游戏的里程碑。在1998年4月25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中是这样评价这款游戏的：赛车游戏很受市场欢迎，但粗制滥造的作品也很多。GT 赛车却是从细节到整体都精心打磨的杰作。游戏的难度虽然高，但只要用心练习就能稳步提升。游戏的重播功能能完整再现玩家的驾驶，非常精彩。尤其是车身像经过精细打磨般的反射效果，更可能成为未来赛车游戏的标配。山内所说的只要好好利用硬件，正是指这种车身反射表现。它不仅仅是表面的光泽，而是能真实反映车身的曲线，还能把周围的环境清晰地映射到车体上。这种效果带来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 GT 赛车能做到这一点？山内一点解释道，这其实是一种叫环境影射的技术，起初我们觉得太难，应该留到下一代硬件再实现，但尝试后发现，没想到在现有的 PlayStation 上就能做到。新的平台刚登场时，硬件的全部实力往往不会马上展现出来，原因很简单，开发者还不熟悉，需要时间去摸索。随着经验积累，他们就会逐渐掌握数据分配的诀窍，于是就会出现像山内一点在 GT 赛车中那样的奇迹。试着去做，结果真的成功了。为了帮助开发者更好地理解和利用 PlayStation 硬件，SCEI 开发部还专门制作了一个工具——性能分析器，它能把程序调用资源的情况、硬件性能的利用率以及是否还有余量，以图表的形式直接展现出来。山内一点在用性能分析器测试 GT 赛车时发现，我们大约只用了 PlayStation 75%的性能，虽然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资源利用率，但依然还有25%的潜力可以继续挖掘。这正是9座两部件的设计初衷。PlayStation 的架构从一开始就为未来埋下了伏笔，随着时间推移，游戏开发者会不断挖掘新的可能，让玩家惊叹原来还能做到这样。正如9座两部件所说，这就像越嚼越有味道，让人发现越来越多的惊喜。在确定了 PlayStation 的硬件架构，真正的关键在于怎么把这些设计刻进硅片，并量产1000万台。9座两部件当时又是怎么做呢？这些内容我们将在下期视频继续讲述。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不妨在油管关注阿段的频道，为我的视频点赞，让更多人看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